2026年1月20日凌晨2点，北纬53度，漠河、德国、法国的夜空同时被血红色撕裂，这不是极光，是地球防护盾崩塌的预警信号。如果你碰巧抬头，目睹的不是浪漫奇观，而是一场致命辐射打击的开端。如果昨晚你碰巧失眠，走上阳台抬头看天，你可能目睹了这辈子最梦幻也最诡异的一幕。原本漆黑的夜空仿佛被某种不可见的巨手撕裂，伤口处涌出了血一样的深红色，间杂着诡异的紫色光山，像巨大的帷幕一样在头顶缓缓流动。这一刻，地面的寒冷似乎都被这股来自太空的热浪所掩盖。全球互联网的信号在这一刻被同一种颜色淹没。无论是北美的夜猫子，还是欧洲的早起者，数十亿人的视网膜都被这绚丽的红色占据。算法疯狂地推送着绝美极光的标签，人类在评论区里赞美祈祷，将致命的高能粒子流解读为宇宙赐予的浪漫奇迹。看着这些沉浸在幸福中的面孔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巨大的集体幻觉，一场在悬崖边举行的无知狂欢。但在基点维度，我们没有庆祝。我们看着这些美丽的照片，只感到脊背发凉，因为在我们眼里，这不是烟火，这是地球防护盾正在发出的金属疲劳声，是来自恒星的高能粒子流像霰弹枪一样，正在近距离轰击我们头顶的大气层。我们看到的不是美景，我们看到的是辐射，是能量的溢出，是警报灯的闪烁。让我们暂时关掉社交媒体的滤镜，用物理学的冷峻眼光来审视这红色的光。它本质上是什么？这不是光的折射，也不是大气的散射，这是来自太阳的高能带电粒子流，主要是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的质子和电子，以每秒800公里的速度狠命撞击地球磁层的结果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看到的极光是绿色的，那是因为粒子流的能量相对较弱，或者被地球磁场成功拦截在了100到200公里的低层大气，那里的氧原子浓度高，被激发后发出绿光。但这次它是红色的，在光谱学上，这意味着粒子流的能量太强，穿透力太深，或者是地球的磁场防线被压缩到了极限，粒子流突破了第一道防线，直接轰击到了200到400公里高度的高层大气。在那里，稀薄的氧原子在极高能级的激发下，才会发出这种血红色的光芒。所以，这不是祥瑞，这是一次穿透性辐射打击。这就像是一个古罗马的战士，他的盾牌已经挡不住对方的重锤，盾牌破裂了，火星已经溅到了他的脸上，留下了红色的淤青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根据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和中国气象局的联合数据确认，这是一次由太阳活动区 AR14341 引发的 X1 1.9 级耀斑，随后引发了全月日冕物质抛射。在过去的12小时里，地球刚刚经历了长达6小时的特大地磁暴。NOAA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K-Index 仪表盘一度飙升至 G4 严重级别，甚至在某些高频段触及了 G5 极端的红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 G5 是地磁暴分级系统的最高级。上一次我们面对这个级别的对手，还是在2003年的万圣节风暴。很多人会说，别制造焦虑了，这对生活有什么影响？我今天照样刷视频，照样点外卖，信号也没断啊。是的，你很幸运，我们都很幸运，因为这次只是 X1.9 级，在太阳耀斑的等级里，这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喷嚏，因为这次日冕物质抛射的方向稍微偏了一点点，没有正对着地球的磁极核心。因为我们人类刚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与一场足以毁灭现代文明的互联网末日擦肩而过。这期视频我们不看风景，我们要看风景背后的深渊。我们要探讨一个让矽谷工程师和华尔街银行家都彻夜难眠的问题：当下一场超级太阳风暴不是 X1.9， 而是 X20 甚至 X50 级别精准命中地球时，我们这个建立在微米级芯片、深海光缆和云端数据之上的吸积文明，还剩下几分钟的倒计时。
要理解这个威胁，我们必须先理解现代社会的骨架。我们总以为互联网是虚拟的，是飘在云端的 cloud。这个比喻极具欺骗性，让我们误以为数据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且坚不可摧。错了，互联网是物理的，它是沉重的，是脆弱的。它的本体是躺在深海海底冰冷泥沙之中，总长超过130万公里的光纤电缆。这130万公里的玻璃丝承载了全球99%的跨国数据流量，承载了每天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结算。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误区，光纤传输的是光信号，玻璃是不导电的绝缘体，所以太阳风暴这种电磁干扰对光缆应该没有影响才对。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家 Sanjitha Abdul-Gyozi 在2021年发表了一篇震惊业界的论文，标题就叫《太阳超级风暴为互联网末日做准备》。这篇论文不是科幻小说，它是对全球网络拓扑结构的一次压力测试报告。他在论文中指出了一个我们长期忽略的盲点：中继器。光信号在光纤里传输是有损耗的衰减。为了让你的数据能跨越宽阔的太平洋，从上海传到旧金山，或者从伦敦传到纽约，海底光缆每隔50到100公里就必须安装一个中继器来放大信号。这些中继器不是玻璃做的，它们是精密复杂的电子设备，内部充满了敏感的半导体元件。它们需要电，在几千米深的海底，电从哪里来？电来自光缆中心包裹的一根长长的贯穿大洋两岸的铜导线，由岸上的高压发电站供电。这根铜导线就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。地磁风暴就像一场全球范围的电磁洪水，快速变化的磁场会在地壳中催生出强大电流，而海底光缆的铜导线就是这场洪水的超级管道，它会收集沿途所有电流，疯狂冲向每隔50公里一个的中继器。这些精密设备就像脆弱的灯泡，被超负荷电流一冲就炸，电路板直接熔毁，光缆彻底报废。这不是简单的网速变慢，这是物理层面的硬件熔断。而且这种设备位于几千米深的高压海底，修复一根光缆通常需要专业的工程船在大海上作业几周时间，把光缆捞起来，剪断，换上新的中继器，再放回去。现在请想象一下那个末日场景，如果有 30% 的海底光缆中继器同时烧毁呢？全球现有的工程船数量加起来，修完这些光缆可能需要几年，甚至更久。在这几年里，全球互联网将被物理切断。这就是论文中预言的互联网末日。我们将退回到一个局域网时代。试想一下那个场景，你依然有电，你的电脑能开机，你的硬盘还在转，但你无法访问 Google， 无法打开 Facebook， 无法连接 Swift 系统进行跨国转账。美国的服务器连不上欧洲，中国的数据传不到非洲，全球供应链的调度系统瞬间瘫痪，深圳的工厂不知道该生产多少零件，因为洛杉矶的订单传不过来。这对于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实时数据流的文明来说，不亚于一次脑前叶切除手术。我们的大脑还活着，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断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个系统论研究者，我一直在强调数据主权和冷备份的重要性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云端崩溃，你存在网盘里的孩子成长照片，你公司的核心合同文档，你的加密资产私钥，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无法取回。甚至如果在磁暴中服务器本身的磁盘阵列受损，这些数据可能永远消失。我们把记忆交给了云，但云是会散的。在这种卡林顿级别的天灾面前，最安全的避风港永远不是远在天边的亚马逊或谷歌服务器，而是你书桌抽屉里的物理介质。无论是一块硬盘还是一张光盘，在太阳打喷嚏之前，给你的文明做一个本地备份。这不是贩卖焦虑，这是热力学赋予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，也是我们作为个体对抗系统脆弱性的唯一方式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别吓唬人了，这种事几百年才发生一次，我这辈子肯定碰不上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幸存者偏差。我们觉得安全仅仅是因为我们活得不够长，或者说
人类的电气时代太短了，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恒星周期考验。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67年前，1859年9月1日，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德·卡林顿 （Richard Carrington） 正在他的私人天文台描绘太阳黑子的图像。突然，他看到黑子群中爆发出了2道刺眼的白光，亮度甚至超过了太阳表面。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肉眼观测到的超级耀斑。仅仅17个小时后，狂暴的磁暴击中了地球，而通常太阳风需要3天到达地球。那时候的人类没有互联网，没有电网，只有刚刚铺设好的电报网络。在波士顿和波特兰的电报局里，发生了极其诡异的一幕。电报员弗雷德里克正在值班，他惊恐地发现发报机的按键上开始跳出幽蓝色的火花，哪怕他切断了电池电源，拔掉了插头，发报机依然在自己工作，疯狂地敲击着。空气中充满了肉眼可见的电荷，电报纸被点燃，电报员的手指被电弧灼伤。这就是著名的卡林顿事件。当时的太阳耀斑强度估计在 X40 到 X50 之间，是昨天那次 X1.9 级的20倍以上。那是一个只有电报线的时代，地球的大气层就像是被点燃了一样。据记载，当时的极光亮到在午夜的落基山脉，矿工们以为天亮了，纷纷起床准备做早饭。1859年，我们很幸运，我们损失的只是一些简陋的电报机和几根烧断的铜线。世界运转照旧，马车依然在跑，信件依然在送，农民依然在耕地。但如果卡林顿事件发生在2026年呢？劳埃德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指出，如果卡林顿级风暴今天袭击美国，仅北美地区的经济损失就将达到2.6万亿美元。这次烧毁的将不是电报机，而是电网心脏——超高压变压器。这东西会像鞭炮一样爆炸，内部的绝缘油会燃烧起冲天大火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变压器不是超市里的电池，随买随有。它们是定制的巨型工业设备，重达几百吨，制造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。如果全球的变压器同时熔毁，我们将面临的不是几小时的停电，而是长达1年的电力真空。你能想象现代城市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运行1年吗？而且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，卡林顿事件还不是太阳的上限，大自然比我们想象的更残暴。2012年，日本科学家三宅福沙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了一项令人战栗的研究。他通过分析古老雪松年轮中的碳14浓度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在公元774年、993年，地球曾经遭受过比卡林顿事件还要强10倍到100倍的宇宙射线轰击，这被称为米亚克事件。这是一记来自恒星的重锤。在古代，它只是一场天空异象，可能被唐朝的司天监记录为天有赤气。但如果在今天，这种级别的能量冲击足以将地球低轨道上的5000多颗星链卫星全部推下来，因为大气层会受热瞬间膨胀，阻力剧增，卫星会像流星雨一样坠落。同时，全球电网、通讯网、导航网将在几秒钟内被物理抹除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树木年轮里写死的历史数据。狼不是可能会来，狼是每隔一段时间必来。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，假设就在现在你正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一颗 X50级的耀斑击中了地球，我们的磁场防护盾在坚持了10分钟后崩溃了。欢迎来到后电气时代的第一天。第0小时，你正在刷视频的手机突然没信号了， WiFi 断开，你以为是路由器坏了，起身去重启，发现家里的灯在闪烁，忽明忽暗。然后窗外传来啪的一声巨响，远处变电站爆炸的蓝光照亮了夜空，整个城市陷入黑暗。你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停电，心想睡一觉就好了。第6小时，你醒来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停电，手机依然显示无服务。你试图打开收音机，全是杂音。你走到街上，发现红绿灯全部熄灭，交通陷入瘫痪。十字路口堵满了车，电动车因为无法充电，
或者车机系统被锁死，变成了路边的废铁。焦虑开始在人群中蔓延，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发生了什么？但没有人能回答，因为信息来源断了。第24小时，真正的恐惧开始了。你习惯性的打开 Apple Pay 去便利店买水，发现无法支付。POS 机连不上网，收银员只收现金，但你摸摸口袋没有现金。你去 ATM 机，屏幕是黑的。你的银行账户里可能有几百万，但在这一刻，它们只是一串无法读取的磁性代码。你的财富归零了。在金融中心，交易所的数据库已经离线，没有人知道谁欠谁多少钱，现代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蒸发。第48小时，城市的水龙头流不出水了，因为高层建筑的供水需要电力驱动水泵。市政供水系统的处理中心也停摆了，马桶无法冲水，卫生问题开始出现。超市里的瓶装水被抢购一空，货架上连1包饼干都不剩。加油站排起了长龙，但加不了油，因为油泵也是电控的，物流系统彻底崩溃。卡车司机收不到订单，也不知道该把货送到哪里。城市变成了一座孤岛。第72小时，社会秩序的临界点。医院里的备用发电机燃油耗尽，透析机停止工作，呼吸机停止供氧， ICU 变成了停尸房。冷链物流断裂，城市储备的肉类和蔬菜开始腐烂。没有了互联网的信息投喂，没有了社交媒体的情绪宣泄，人群开始涌上街头，出于恐惧或者出于饥饿。现代文明的外衣仅仅用了3天就被剥了个精光。我们引以为豪的智慧城市变成了巨大的水泥囚笼，这就是强耦合系统的代价。我们把所有的生存需求，水、食物、医疗、财富都挂在了电力和网络这2根脆弱的丝线上。线一断，木偶就散架了。回到这次的新闻，为什么这场 X1.9 级的耀斑会引发如此大的恐慌？除了太阳活动周期的原因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隐患，地球磁场正在减弱。欧洲航天局 ESA 的蜂群卫星数据显示，过去200年间，地球磁场强度下降了约 9%， 特别是在南大西洋异常区。这意味着我们的护盾变薄了，以前能挡住的子弹，现在可能会打穿。这场红色的极光，或许是宇宙给我们发出的一张黄牌警告，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个终极问题——费米悖论。为什么宇宙如此古老，如此浩瀚，我们却听不到任何外星文明的声音？也许超级恒星风暴就是那个大过滤器。任何一个智慧文明在发展到电磁时代后，都会面临一个致命的诱惑，他们会抛弃笨重的物理记录，把所有的智慧、记忆、历史和财富转化为轻盈的0和1，存储在磁性介质上。他们会把生存依赖于覆盖全球的电网，这很高效也很美，直到他们的母恒星轻轻地打了个喷嚏。对于恒星来说，这只是几十亿年生命中的一次深呼吸，但对于电子文明来说，这就是格式化。所有的数据瞬间蒸发，所有的科技归零。文明或许没有灭绝，但他们被打回了石器时代，遗忘了自己曾经拥有过星辰大海。我们正在这道门槛上徘徊。所以2026年的这场红色极光，请不要只把它当作风景，把它当作一次军事演习的信号弹。它提醒我们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电磁这一个篮子里，保持对自然的敬畏，保留一些笨重的生存技能，备份你的数据，备份你的记忆，甚至备份你的生活方式。在这个不确定的宇宙里，冗余不代表浪费，它代表生存。我是基点维度。订阅、按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，在下一次太阳风暴抵达之前，我们下期见。